上辈子我被丈夫家暴，带着女儿偷偷搬出来，再三叮嘱女儿不要透露新家地址，女儿嘴上答应，转头就把地址告诉了丈夫。我被丈夫活活打死在出租屋，女儿委屈的哭唧唧，我有什么错？我只是想要个完整的家。好啊，这辈子你就跟你的好爸爸所死吧。重生回来时，我正在收拾东西搬家，老公张涛是个阴狠歹毒的家暴男，平日里不仅对我非打即骂，还威胁我感动离婚的念头，就把我和女儿都杀了。为了摆脱张涛，我趁他跟狐朋狗友出去喝酒的功夫，带着女儿云云逃去了别的城市，担心被张涛找到，我换了手机号码，跟之前的亲戚朋友全部断了联系，并再三嘱咐云云绝不能再跟张涛有任何联系。云云乖巧的点头答应，却趁我不注意悄悄给张涛发消息，说他想爸爸了。张涛哄了云云几句，很轻松地问出了我们所住的地址，当夜就追了过来。他踹开出租房的门，对我一阵拳打脚踢，我反抗不及，被活活打死。此事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，面对记者的采访，女儿云云委屈的垂泪不止，我有什么错？我只是想要完整的家呀，要不是妈妈偷偷跑出来，爸爸也不会气急了打他那么狠。后来他在法庭上证明张涛是失手打死我的，并没有故意杀人，最终张涛以虐待罪判刑，只坐了5年牢就出来了。张涛出狱时，女儿已经长大，两人父子女孝好不快活，早已忘了还有我这么个人。可怜我一生悲催，竟是从胯下生出了背刺自己的尖刀。苍天有眼，我竟然奇迹般的重生了，心底的恨意如潮水般翻涌而来，把我气得瑟瑟发抖。就在这时，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，扎着马尾辫的女儿云云走了进来，看到地上收拾了一半的行李箱，她拧了拧小小的眉头，语气中带着几分不满，妈，你不会又要带着我离家出走吧？她抬脚把行李箱往墙边踹了踹，不等我说话，又自顾自继续说，妈，你也太玻璃心了，我爸天天在外面赚钱多不容易，只是一时心情不好，打你2下而已，你就做天做的没完没了，离家出走又怎么样？被我爸找到了，还不是又要挨一顿？听着女儿跟上辈子一模一样的凉薄话语，我的心咯噔一声，每次都是你告诉张涛我们在哪里的，对不对？许是被我从未有过的狠厉目光震慑住了，刚刚还一脸不耐烦的女儿云云下意识往后退了2步，嘟囔道，我不。趁着我爸消气了，赶紧说，你还想让我一辈子无家可归呀？原来如此，之前我每次被张涛暴打，都会带着女儿躲回娘家，爸妈去世后，老房子很快被哥嫂卖掉，我没地方可去，就带着女儿躲去住酒店，可惜无论躲到多远多偏僻的酒店，都会很快被张涛找到。之前我一直想不通，张涛一个普通公交司机怎么会有如此手眼通天的本事，原来一切都是眼前这个小白眼狼在通风报信，新仇就恨堆积在一起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抬手一个巴掌狠狠扇到女儿脸上，这小白眼狼做梦都没想到我会打他，捂着脸满眼恨意的看着我，你敢打我，打的就是你，我直接又扇过去2巴掌，看着他脸上红肿的手指印，心里的怒火才勉强消散了几分，低骂道，没有良心的白眼狼，滚！小白眼狼恶狠狠地盯着我，明明只有8岁，凶神恶煞的恶毒模样却跟张涛那处省出一辙，我一脚把他踹出门去，生怕再多看一眼都会忍不住直接梦死这小白眼狼。门外，小白眼狼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踢着门怒骂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叫我爸回来打死你，等着，我倒要等着，看看没了我的保护，这小白眼狼要如何被重男轻女的张涛折磨死。低头看了看行李箱，里面装着的大多都是这小白眼狼日常所需的衣服和生活用品，可怜我任劳任怨做了这么多年的老八子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用，现在这些都不需要了。想着过不了多久张涛就会回来，我直接把箱子里的东西扔出去，只带了身份证手机就赶紧出了门。火车票是之前就买好的，但为了防止被张涛找到，我还是重新买了飞往其他城市的机票，没了那个小白眼狼的拖累，办期任何手续都格外顺利。2个小时后，我登上飞机，彻底离开生活了30几年的城市。跟上辈子不同的是，这次我没有急着扔掉之前的电话号码，而是把它安在备用机上。那小白眼狼不是觉得张涛千万好吗？我倒想看看没了我辛苦操持这个家，他能在张涛手里过什么神仙日子。原以为张涛能看在小白眼狼多次主动告密的份上，怎么也能父子女孝个3、2天，事实证明我着实高估他了。才下飞机，手机里的消息就蜂拥而至，打开聊天软件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小白眼狼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脸，配上张涛恶狠狠的语音，还没识相的麻辣给我滚回来，否则看我不打死这赔钱货。张涛家暴我，打起女儿那小白眼狼也从不手软，不过是我每次都拼死挡在小白眼狼前面，这才让他免遭毒手。原以为他能明白我的付出隐忍，不成想他不仅没有半分感激，反倒有了张涛只打我不会打他的错觉，只是这报应来的着实快了些，如果是上辈子，我这回一定会心疼的喘不过气来，可现在却只觉得畅快，脸上的笑意都多了几分。我想了想，到底回复了一句，她是你女儿，我相信你能照顾好她，加油哦。消息发出，直接关机。打人有第一次就有无数次，这场父子女孝的大戏才开始，我可得养足了精神好好看呢。再次打开备用机，已经是1个星期之后了，消息不要命似的往外弹，竟有足足500多个未接电话，手指在屏幕上轻轻划了划，下一秒，眼神敏锐地捕捉到一个陌生又熟悉的电话号码，陈爽。陈爽是我的表嫂，跟我一样每天活在被丈夫打骂的家暴阴影中，最严重的一次，她直接被丈夫从2楼窗户扔了出去，当场摔断腿，腿上的石膏还没拆，就又被打伤了脏腑。因为有着相似的悲惨经历，我跟陈爽的关系格外好些，平日里也算无话不谈。
上辈子逃离 A 市之前，我依依不舍地发消息跟陈爽告别，他在3秒时要我跟他吃顿饭再走，因为急着赶火车，对我拒绝了。之后我才知道，陈爽收到我的消息后，立刻给张涛打了电话，并在张涛的指使下，想对我来个瓮中捉铁。如果我去赴约，不用等小白眼狼告密，只怕当天就被打死了。当时我怎么都想不明白，明明都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，他为什么要这么恶毒的置我于死地？现在却明白了，他在日复一日的毒打的心态早已扭曲变态，只有我跟他一样被老公打，且被打得更惨，他心里才能觉得畅快，绝不许我摆脱厄运。就像生鲜市场里的螃蟹，有一只想要逃跑，另一只立刻给他拽下去，总要一起成立砧板上的鱼肉才好。总之，陈爽跟我那小白眼狼女儿一样，都是助纣为虐的猖鬼。我的复仇计划里，理应有他一份报应，似乎是有着某种心理感应。正愣神的功夫，陈爽的电话再次打过来，我唇角微勾，轻轻按下机听键。陈爽似乎没想到能打通电话，微微愣了一下，旋即责备道：还没你跑哪里去了，连孩子也不管，你知不知道，圆圆都快被张涛打死了，只是快打死，还没打死嘛，那可真是太可惜了。想着离开那天，小白眼狼不耐烦的恶毒嘴脸，我悠悠叹息一声，学着他的语气轻迟道：圆圆说了，他爸平时在外面工作那么辛苦，偶尔打他几下算不得什么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小白眼狼不是喜欢慷人致慨吗？我给他这个慷慨的机会，他应该很高兴吧。我知道你说了委屈，过日子哪有不磕磕碰碰的，你赶紧回来，否则万一张涛生了大气可就晚了。这话实在荒谬，我不由反问，我就不回去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人哪有一辈子在外面飘着的？陈爽语气你中明显多了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意味。韩美，你平时挺聪明一人，怎么这时候犯糊涂？男人年轻的时候难免气盛些，再过几年岁数上去了也就打不动了，你这眼瞅着就要熬出头了，怎么这么想不开？我被陈爽的奇葩脑回路雷了个外焦里嫩，难怪他会被家暴到终身挂分带的地步，也没有想过逃离，只能说性格决定命运，有些人的言行觉悟着实配得上他们承受的苦难。见我沉默，陈爽还以为我被劝服了，越发来的精神，你赶紧回来，我会劝劝张涛，让他大事化小事要揍你几下，你可别不知好歹，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哎，别人的揍还要感恩戴德，我被陈爽的无耻言论气笑了。当，你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就好好过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不犯贱。陈爽被我对的噎住了，瞬间气急败坏，张涛已经在四处找你了，还扬言要把你爸妈的粉拒了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些话很熟悉，上辈子张涛不止一次这样威胁过我，却什么也没做，他不敢。我哥虽然对我生疏冷淡，不愿给我撑腰去收拾张涛，却绝不会眼睁睁看着他绝我爸妈的粉，否则岂不是要沦为整个镇子的笑柄？他有种就去绝，不去是狗娘养的。我知道以陈爽的尿性，这会必定悄悄漏了音，毫不掩饰的比一道，这才哪儿到哪儿。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他最好去网上卖惨，控诉我抛四弃女，没赚还能混个网红当当。张涛最是个喜欢卖惨的，之前每次打完我，就会立刻跪下来扇自己耳光，痛哭流涕求原谅。这么好的演技，总要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才行。我要让他彻底身败名裂，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关掉备用机，我出门去最近的超市买了许多东西，把出租房的冰箱和柜子放了个满满当当。不出所料，很快我就要遭遇到人生第一次人肉搜索和网暴，走在路上随时都有暴露的可能，还是窝在家里看戏比较好。不知道是陈爽的传话速度太快，还是张涛想当网红发大财的心思太破解，原以为即便有了我的指点，事情要过个2-3天才能发酵出来，不成想当天晚上就被炒上热搜。视频里，张涛抱着小白眼狼女儿开始了拙劣的表演，父子俩抱头痛哭，声泪俱下地控诉我酗酒成性，对他们动辄打骂，丝毫没有尽到做妻子和母亲的义务。他们只不过劝了我几句，我就离家出走，不知所踪。为了博取同情，他们父女卑微到了尘埃里，再三表示他们知道错了，只要我愿意回家，他们绝不会再拦着我酗酒，并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在视频最后，不忘贴上我的近照和身份证信息，生怕我遭到的网暴不够具体。女人酗酒，别说当代中国，就是在整个人类浩瀚的发展史上，都是极为罕见的新鲜事，也难为张涛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这样的瞎话。可惜网络世界上的人脑子层次不齐，无论什么荒谬的言论，只要表演到位，都会有人相信张涛这番声泪俱下的控诉。当然，这些同情绝大部分都转移成了对我的指责谩骂，不少人直接建议张涛带着女儿离婚，彻底远离我这种人渣。张涛则再次展示出他好男人的本色，声泪俱下的表示他深爱我，他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对着镜头哭得泣不成声。老婆，我知道我钱赚的不多，你一直都嫌弃我没出息，只要你肯回来，我以后每天打2份工，赚的钱都交给你。老婆，你不愿意洗衣做饭没关系，这些我都能做。老婆，以后孩子的作业我来辅导，上下学我来送，你只要留在我身边不走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小白眼狼也哭得声泪俱下，妈妈，我以后再也不吃零食了，我一定好好学习，平时帮你做家务。妈妈，你以后再朝我发脾气打我，我一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。开玩笑，结婚近10年，家务活张涛何曾做过一次，每个月2000块钱的家用，还对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他开口讨要，再挨上一顿打才能拿到。至于那小白眼狼女儿，从她出生期我就对她疼爱有加，说巨含在嘴里趴话里不为过，就算她再顽劣过分，我也从来没有动过她一根手指头。可惜我上辈子太过愚蠢，总想带着她一起脱离苦海，却没看清楚她本质上也是个助着为虐的猖狂。我气得整个人瑟瑟发抖，
恨不得把手伸进镜头里，撕碎张涛和小白眼狼那两张虚伪、恶心的嘴脸。可惜，如今还不是时候，我还要再忍耐几天才行。视频镜头里，这父女俩恶心的表演还在继续，张涛哭诉痛快了，还没忘了拜托网友们帮他寻找我的下落。大方地声称，只要能找到我的踪迹，必有重谢。瞧瞧，这爱妻人设立的多么牢固，简直闻着伤心，见着落泪呢。凄惨的男人总会很轻松地博得同情，痴情的凄惨男人更是如此。我眼瞧着张涛新开的社交账号，有几百个粉丝迅速涨到10几万，且还有继续飙升的趋势。再看评论区里，各地网友已经自动自发的开启了找人行动，每时每刻都有许多跟我身高相貌相似的女人照片被传到评论区，让张涛辨认是否是自己的爱妻。可惜这些都不是我，结果当然不尽如人意。那边各地网友找我找得正起家，这边随着张涛个人账号粉丝数量飞涨，已经有品牌商找到他，想趁着这波热度让他直播带货。是个人都知道，网上直播带货是个能一夜暴富的肥差，但总要多些时日，把人设立稳固，现在循序渐进。张涛可没有那个长远目光，很快就开始了卖惨加卖货模式。这招虽然引得一部分人的反感，却也不乏有人捧场。一场直播下来倒也热热闹闹，靠着卖惨，一夜之间享受到了从素人到明星的飞升时待遇。张涛怕是做梦都要笑醒了吧？好在我早有准备，已经是足不出户的窝囧状态，这会走在大街上，没准真有可能被自认为好心的网友拍下行踪发给张涛。这种行为怎么形容呢？只能说生而为人，有时候不自以为是的多管闲事，也是一种善良。我的网络账号是用新手机号开通的小号，谁也不知道，之前的手机一直处在关机状态，哪怕电话消息暴力也无妨，现在所住的地址更是无人知晓，只要我不出门，这场网暴就侵蚀不了我半分，还发动不明真相的网友来网暴我，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。张涛手机不离身，消息发出去没多久就回了过来，他倒也不是个傻子，直到这时候乱说话可能会被我留存证据，一本正经的开始了表演。老婆，你终于回我的消息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快些回家吧，只要你肯回来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说完，电话就打了过来。虽然知道张涛早有防备，估计还是故意卖惨那一套，我接起电话时还是按下了录音键。电话里，张涛哽咽的声音很快传来，老婆，我知道你嫌弃我赚不到钱没出息，我现在是网红了，能养得起你了，你快回来吧。瞧瞧，还真是人受不到呢。原以为我在听到张涛的声音会愤恨到浑身发动，然而此时此刻，我更多的则是隐忍。我深深吸了口气，冷冷的，张涛，谎言终究是谎言。你这几年把我身上打得伤痕累累，那些伤疤是不会说谎的，只要我一出现，轻而易举就能揭破你的谎言。老婆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打过你？张涛的语气明显有些心虚，却是强压了下来。老婆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攒这个家好，你也不希望云过得很惨吧？这话里话外，又是用小白眼狼来威胁我了。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，更没有爱过女儿，我们不过是你扭曲变态的发泄工具。趁着张涛自鸣得意的时候，我冷冷威胁道，我警告你马上停止拙劣的表演，否则别怪我戳穿你的丑恶嘴脸，让你万劫不复。挂掉电话，我再次把备用机关掉。张涛是个穷凶极恶、一事无成的损货，偏偏普心爆表，对于这波从天而降的破天富贵，他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抓住。任何对他造成威胁的人，他都会不顾一切的除掉。如今随时能戳破他真面目的我，就像一颗定时炸弹，他必想着不顾一切把我除掉。可惜我藏得太严实，他根本找不到我的任何踪迹，徒劳奈何。如今摆在他面前的路有2条，第一条就是把小白眼狼虐待得更狠心，让我这个当妈的不忍心而妥协。第二点就是找非法的网络黑客，通过定位我手机的位置来找我，奈何手机已经关了。他就算找了黑客也未必有用，相比之下，还是揍小白眼狼的性价比更高。小白眼狼如此依赖信任他的好爸爸，为了他好爸爸的荣华富贵，多爱几下打响臂也是甘之如饴吧。我勾了勾唇，露出一抹畅快的笑意，局已经不好，接下来也没有什么事了。我每天只在出租屋里悠哉悠哉的吃吃喝喝，时不时关注一下热搜的发酵程度以及家里的监控。是的，上辈子我一直没有放弃跟张涛离婚的念头，为了搜集到张涛家暴的证据，在离婚官司上占有足够的优势，早已悄悄在家里安装了微型摄像头。后来事情的发展越来越不可控，我几乎是带着小白眼狼落荒而逃，也没来得及把摄像头拆卸掉，重活一时。也是上了飞机之后才突然想起来，如此才会将计就计，借着陈爽的嘴提点张涛去网上卖惨。这年头消息传播的很快，张涛尝到成为网络红人的甜头，必定会越发肆无忌惮。我等的就是这个肆无忌惮。人的劣根性，得意难免忘形，张涛更是其中之最。在他最得意的时候，人设彻底崩塌，刚刚所得到的一切瞬间成为泡影，甚至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才是最痛彻心扉的。我要的就是一棍子彻底把张涛打死，让他这辈子再也不能翻身。许是上辈子过得太苦，冥冥之中老天爷也站到了我这边。我原本只是想结局些，张涛进来打我和小白眼狼的视频，万万没想到他们网上发布的卖惨视频都是在客厅拍摄的，被高清摄像头拍了个正正。只见张涛前一秒还抱着小白眼狼女儿，在镜头前痛哭流涕，关到视频后立刻把人扔到一边，没好气的又打又骂。张涛打我打了这么多年，揍人早已成了习惯，小白眼狼被他扔到地上，还没等爬起来，对方又是一脚狠狠踢了过去，嘴里慢慢咧咧，没用的赔钱货，赶紧去给老子做几个好菜来，耽误了老子喝酒，看老子不打死你。爸爸你别生气，我知道了。
小白眼狼这几天没少挨张涛的咒，身子青青紫紫，整个人也变得畏畏缩缩，半句也不敢反驳，赶紧从地上爬起来要往厨房去。还没等他走到厨房，张涛再次没好气道，做完饭继续去给你妈打电话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把他揪出来，要是他再不出现，老子把你从窗户扔下去。说这话时，张涛那张凶狠的脸狰狞如魔鬼，若不是留着小白眼狼还有用，只怕现在就要把他给扔下去。小白眼狼颤抖了一下，脸上浮现出几分谄媚的笑容，极尽讨好道，爸爸你放心，妈妈既然能接你的电话，就说明她会看那个手机的消息。我骗她我想不开要割腕自杀，从网上下了一张割腕自杀的照片给她发了过去，她那么心疼我，一定会很快回来的。张涛很清楚我有多疼爱小白眼狼，听到这话后脸色稍微好了些，这还差不多。小白眼狼眼睛里满是恨意，咬牙切齿道，妈妈不管不顾的跑出去，还想毁了爸爸赚钱的门路，简直该死。这次他回来，爸爸一定要打死他。原本以为小白眼狼只是骄纵自私，没想到竟是如此恶毒，为了能不被张涛揍，不惜用谎言把我骗回来，完全不考虑我的生死。也是上辈子他但凡早点出去喊人来救我，我也不至于被张涛活活打死。终活一世，还好我及时醒悟，果断放弃了他，否则必定会再被他害死一次，活该。好好跟你的好爸爸索死，以后好处多着呢。我畅快的冷笑一声，保留好证据后退出了监控。证据太多太多，我花了整整2天时间才全部整理完了。这2天，张涛继续给自己加戏，在网上加码卖惨，甚至发挥出了影帝级的演技。迟延想我想的心脏病都发作了，在直播间里当众下跪，低声下气的求我回去。唉，想不到这年头还有这么情深意重的男人。夸赞张涛的人越来越多，给他打赏买流量扩散热度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偶尔也会有一两句质疑声，动不动下跪痛哭求原谅，这不是家暴男的典型作风吗？这事或许不是他说的那样。对呀，还是先别急着下定论，说不定有反转呢。这样理智的人到底还是少数。没过多久，就淹没在众多力挺张涛的声音中，张涛越发得意，开始频繁的跟女同事陈晶晶暧昧不清，甚至以小白眼狼还小，需要照顾的名义，明目张胆的把陈晶晶带回家里苟且。当着陈晶晶的面，张涛表示他早就厌烦了我，待把所有脏水都泼到我身上，让我身败名裂后，就会提出离婚，利用受害者的身份做网红，赚钱风风光光的把陈晶晶娶进门。这一切都被我装在家里的摄像头拍了正着，还真要谢谢这对狗男女如此经不得鸡，走出来的每一步都精确无误的落进了我的圈套里。天作孽有可属，自作孽不可活。眼见时机成熟，我不再继续隐忍，一边登录我之前的社交账号，把所有的证据一一罗列出来，指证张涛之前说的全是谎话，一边把这些整理好的证据交给公安机关，正式报案并起诉离婚。这几天我也摸透了网络上的套路，花钱投了不少流量，那篇回应帖很快被推上热搜，引起渲染大波，广大网友爱凑热闹，却最恨被人利用。我这一手反击又快又狠，每一张照片，每一条视频都正中张涛要害，证据确凿之下，他根本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。很快有媒体记者找到我，我毫不畏惧地出现在镜头前，把张涛这些年毫无人性的家暴行为字字细细讲了出来。人受到的伤害是无法抹平的，虽然过去了那么久，讲到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，我依旧忍不住潸然泪下。我擦干眼泪，对着镜头一字一顿，家暴只有一次和无数次，希望镜头前所有正在经历家暴的姐妹们可以勇敢地站出来反抗，不要一味逆来顺受，生生毁了自己一辈子。稍稍调整了一下气息，我继续苦苦婆心道，更不要为了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就百般忍耐。品性好的孩子自然明白你这么做是在带他逃离苦海，品行不好只会助纣为虐的孩子也不值得你有任何留恋。女人先是自己，之后才是孩子的母亲，我绝不允许自己胯下生出背刺自己的尖刀。无数女性都在经历着家暴的折磨，虽然有不少人已经渐渐活成陈爽那般麻木不忍、逆来顺受的模样，甚至做起了男人的帮凶，但我还是希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让这些人觉醒，哪怕只能觉醒一个，也是功德无量的好事。与此同时，我给张涛所在的公交公司打去电话，状告张涛品行不端，有这样的员工是公司的耻辱。社死吗？当然要方方面面，最重要的就是熟人圈子。张涛这种恶心的臭虫就应该被狠狠踩进臭水沟里，一辈子不得翻身。一时之间，舆论哗然，张涛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，讽刺辱骂，他畏畏缩缩，一句都不敢反驳。其实这也不奇怪，凡是家暴男都有一个显著特点，就是只会窝里发横，在外面损的一批，谁也想不到在外面连纸蚂蚁都不舍得才死的老实人张涛，关上家里内上门就会变成一个打老婆成瘾的恶魔。上辈子我为了维护张涛的体面，献了家丑不可外扬的鬼话，除了亲近的几个人，并未在外面提及过张涛的家暴行为。反差感越是强烈，张涛的恶劣行为被曝光出来后，人设崩塌的越彻底。他现在已经是人人喊打的家暴男代名词，出门时时刻刻都要被人指指点点。除了我这个受害者，更有许多饱受家暴之苦的人，一份填膺的向公交公司举报张涛的恶劣行为，让公司把这样的劣迹员工开除。公交公司的领导本就因为张涛的是反不胜反，索性借着这个由头，以张涛人品卑劣，给公司造成巨大恶劣影响没有，直接把人辞退。之前在网上给他打赏过的网友也纷纷留言让他退钱。张涛承受不住这样巨大的心理落差，更不可能把已经到了口袋里的钱吐回去，关闭评论区，再次当起了缩头乌龟。眼见他起高楼
眼见他宴宾客，眼见他楼他了。陈晶晶原本就是冲着张涛的网红身份才跟他在一起的，如今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自然不会再有任何留恋，只说自己受了张涛蒙骗，干净利索的跟他撇清关系。辞了知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？趁着张涛在外面东躲西藏、醉生梦死的机会，我赶紧回家取之前忘记带的毕业证。之前为了家庭耽误了那么多年青春，放弃了继续读研深造的机会，如今是时候弥补回来了。小白眼狼窝在沙发上哭，见我开门进来，妈妈，你终于回来带我了，我知道你不会扔下我的。呵呵，这莫名其妙的自信，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批发来的。我冷冷一笑，直接打破他天真的幻想。你想多了，我是回来拿毕业证的。小白眼狼愣愣的盯着我，私事不敢置信，我也没有搭理他，迅速从主卧柜子里找到毕业证。小白眼狼这些日子许是被张涛打怕了，见我看到没看他一眼就要转身离开，惶恐的冲上来扯着我的衣服。妈妈，我错了，以前是我不知好歹住油忙了心，你带我走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道歉有用，还要警察做什么？我微微蹙眉，毫不犹豫的甩开他的手。从小白眼狼被刺我的那一刻起，她就不再是我的女儿，而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。更何况她被刺过无数次，如果我就这么轻飘飘的原谅了她，之前我所遭受的一切非人折磨，真都是活该了。对于小白眼狼而言，我无疑是他的救命稻草。他很快又扑了上来，两只手死死拽着我的胳膊。妈妈，我真的不是故意，把苏荷家园的地址告诉张涛的，我受了他的蒙骗，之后又威胁我，似乎意识到什么不妥。小白眼狼骤然指了话头，没再继续往下说。我的心狠狠抽搐了一下。苏荷家园正是我上辈子被张涛打死的地方，这辈子在我的运筹帷幄下，我根本没有去避世，也就没有租苏荷家园的房子。小白眼狼怎么会知道？难不成你重生了？我死死盯着小白眼狼，想要从他的神色中得到确切答案。小白眼狼对我盯得发毛，小小的身子忍不住颤抖起来。妈妈，你也是，我也重生了。在小白眼狼惊恐的眼神中，我很快给了他肯定答案，旋即甩了他一巴掌。原本我就没有理由原谅你，如今更没有理由。他对我的背子不是从那一次开始的，罪孽自然也不是从那一刻开始的。如果他没有记起前世的事，我最多只是让他自生自灭罢了。现在他记起来了，那就别怪我加码包袱了。冤有头债有主，这都是他应得的。出了门，我把张涛的联系方式从黑名单里拉出来，直接将小白眼狼求着我带他走的录音发了过去。背着，管好你女儿，别来骚扰我。张涛最是个心胸狭隘的，在他看来，无论老婆还是女儿都是自己的私人财产，只有任由他打骂的份，不能用任何反抗。如今他心里边问到了极点，正需要一个发泄口。小白眼狼在我面前这番卑躬屈膝的举止，势必会引起他的狂怒。刀子割在谁身上，谁才知道痛。小白眼狼之前不是一直说打是亲骂是爱，张涛只是打了我几下，不至于矫情吧？那就让他好好承受张涛汹涌澎湃的爱，至于会不会被打死，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张涛是个行动派，有仇立刻就报，绝不隔夜。当天晚上，小白眼狼就被打得鬼哭狼嚎，惨不忍睹。但他的运气比我上辈子好，不知道你的邻居实在听不了这惨剧人寰的求救声，悄悄报了警。警察及时赶到，把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小白眼狼解救了出来。张涛被拘留15天，然而这终究只是家庭纠纷。张涛在拘留期间痛哭流涕的积极忏悔，表示自己已经知错了，绝不会再对孩子动手。在警方的监督下写下保证书，人也就被放了出来。小白眼狼身上多处是伤，在医院住了好几天。我这个遭受家暴网暴双重打击的受害者，如今自己还需要康复治疗，自然没有办法顾及他。警察只能把我那住在乡下的婆婆找了过来，婆婆最是个重男轻女的，自从小白眼狼生下来就没看他几眼，这回更是动舌弄嘛，倒霉的赔钱货，不就是打了你几下吗？竟敢报警抓你爸，我看你是想死了，吃什么吃，饿死你个丧闷心，赶紧滚去找你那贱人妈，别在我面前暗演。有些人就是天生贱骨头，这8年来我对他掏心掏肺照顾的无微不至，没有换来他半分感激，还时不时对我讽刺不满，不断背刺。这回面对老婆夫一天几个小时的连续重骂，愣是一句话不敢说，只能说见人自有见人磨。嗨嗨，这盛世如我所愿，1个月的离婚冷静期转瞬即过，我在保镖和许多媒体记者的陪同下，去民政局跟张涛离了婚。结婚那套房子我也是出了钱的，如今却什么都没有，全部折算成小白眼狼的抚养费，一次性给了张涛。对此，律师有些愤愤不平道：韩姐，你也太好心思了，这房子里应有您一半，我能给您要来，不用了。我笑着摇摇头，赶狗入穷巷必遭反噬，如今张涛没了工作，手里只剩下这套房子了，如果再被分走一半，必定会做出更加丧心病狂的事。虽然张涛并不知道我现在的住址，但如今资讯发达，他如果一门心思要找到我，保不清哪天就能找到。只有千日做贼的，没有千日防贼的，还是破财免灾，彻底了断的好。至于钱财，我如今彻底没了拖累，还怕赚不到吗？拿到离婚证那一刻，我缓缓吐出一口浊气，整个人如获新生。张涛还想跟我说什么，我却不想再看他一眼，头也不回得走了。至于小白眼狼，也不知是上次被张涛打怪叫了，还是知道我也是重生了之后彻底死了心，并没有出现在民政局。出了民政局大门，我在保镖的严密保护下上了车。到了车上，保镖有些遗憾的叹了口气：韩姐，我发现张涛腰上别了一把斧子，原本想着等他掏出斧子就过去把人制服，大庭广众之下故意伤人，少不到要判几年。没成想那孙子是个怂笔，看人多愣是没敢拿出。我笑笑的，他就是个怂笔，不止张涛，
所有的家暴男都是怂比，只敢欺凌比他们弱小的妻子孩子，在外面连个屁都不敢放。保镖深以为然的点点头，在开口时已是换了轻松的语气。街角处，一个小小的身影悄悄探出头来，神色复杂的目送我的车离开。小白眼狼终究还是来了，看着他瘦小单薄的模样，我的心下意识的抽搐了一下，但也仅仅只是一下，很快就恢复入场。我忘不了自己上辈子在张涛的拳打脚踢下渐渐断气时的绝望，哪怕过了这么久，拳头落在身上的疼痛依旧那么清晰。原本我已经脱离了苦海，这一切都来源于小白眼狼的背刺，我永远都不能原谅他，否则就对不起曾经绝望惨死的自己。原以为事情到此就算彻底结束，可惜我低估了张涛的狠毒，他不许小白眼狼去上学读书，把他关在家里买菜做饭收拾家务伺候自己，稍微做的不合心意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小白眼狼也不是个一为逆来顺受的，被打骂的实在受不了，偷偷在汤里下了老鼠药，趁着张涛喝得烂醉如泥的时候灌了下去。可惜老鼠药的质量实在不过关，没能把人给毒死，只毒成了半身不遂，一辈子只能躺在床上。小白眼狼是个聪明的，一口咬定是张涛自己喝醉酒误，把老鼠药当成调料放到汤里，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。他还不够10岁，原本就不能判刑，如此颜值早早又没有什么证据，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，等待张涛的只有日复一日的无尽折磨。冤有头债有主，这辈子他也算报了仇。不过这里的一切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未来路在前方，路在脚下。